复活节岛，南太平洋浩瀚大海中的一个孤独小岛，远离大陆和其他岛屿。从智利首都桑迪亚哥乘飞机要将近5个半小时的飞行。这个岛最著名的就是神秘的默哀石像。飞机降落在岛上唯一的一个机场，当地阳光明媚，气候温暖湿润，很像夏威夷。这个岛当地人叫做 Rapa Nui， 之所以被外界称为复活节岛，是因为1722年荷兰人在复活节那一天来到了这个岛屿，所以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当地人并不喜欢被这样称呼。这个岛的形状有点像一个等腰三角形。我们去岛上的第一个地方是在岛的北面，一个叫做 Anakina 的海滩。说来也奇怪，尽管这个岛四面都是大海， Anakina 却是他们这里唯一一个可以游泳的沙滩。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默哀石像，巨大的石像排成一排，他们头顶上的头饰是那种红色的头饰，在蓝天的衬映下十分醒目。这些头饰本身也是石头，是巨大的红色的石头，在当地叫普靠。普靠的石材和石像本身的石材是不一样的，它们产自岛上的不同的地方。究竟在当时人们是怎么把这些不同产地的石头运到这里，然后这个巨大的普靠又顶到石像的头上，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谜。在不远处的山坡上是一个单独的石像，据说这个是为了纪念当时的酋长呼图马图瓦，他是传说中带着波利尼西亚人从这个沙滩上登陆，建立了岛上的第一个部落。当然后来岛上有很多其他的部落，而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一组默哀石像。我们下面要去的地方叫做阿呼阿基维，是另外一个部落的另外一组石像。这一组石像有7个，可以看到他们头上已经没有普靠了，就是这种红色的石头的这个头饰，而且看上去呢，好像腐蚀的也更厉害一些。这组石像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在岛上所有的默哀石像都是背对大海，面向岛内，而只有这7个石像是面向大海。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回到旅店，天色已晚，现代文明的灯光却也照不开历史的谜团。第二天一早，天没亮，我们就出发了，因为我们要到阿霍通加里基，这里有岛上最美的日出。我们到达的时候，天色还比较暗，只见一排15个石像默默地排列在一起，只能看到他们在黑暗中的轮廓。这些石像高低不一，按照波利尼西亚的传说，他们都是部落中逝去的长老，所以有不同的身高大小也是可以理解的。天色渐渐明朗，尚未出现的太阳已经点亮了天边的云彩，朝霞也越来越亮，海边的景色渐渐地显现出来，依稀可以看到它浓重的色彩。这是太阳升起前的一瞬间，天空像涌动的炽热的熔岩。太阳升起了，金色的光芒包裹着这些身世未明的石像，多少往事化作尘烟，而亘古不变的，似乎就是这每天冉冉升起的太阳。
现在看到的是这15尊石像所面对的景色，一些散布的默哀石像和远处的采石场，同样笼罩在金色的阳光之下。这个采石场是雕凿默哀石像的场所，也就是我们下面要去看的地方。在临走之前，让我们再回首看一下这个阿户通嘎里基的全貌。下面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一个采石场 Ranu Raraku。 在谷歌地图上，这个地方标的是 Moai Tongkutori， 意思是跪姿默哀。其实这只是这里众多默哀石像中的一尊，尽管是比较特殊的一尊。所以呢，谷歌地图看来功课做的还是不是很足。先普及一些地质小常识。岛上最常见的有4种岩石。 Tuff 就是那个凝灰岩，是岛上最常见的一种。 Red Scoria 是红色的火山岩，就是用来做普靠的那个红色的圆的头饰的那个材料。 Trichyte 粗面岩在岛上好像没有看到，这次没有看到。 Basalt 玄武岩是最硬的一种。这些不同的岩石做出来的默哀石像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凝灰岩是我们在岛上见的最多的石像，表面呢有些粗糙。 Basalt 是最硬的，它做出来的石像呢也最精美。在大英博物馆有一尊 Basalt 做的默哀石像，十分精美，它的故事我们后面会讲。这些不同的岩石在岛上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凝灰岩主要分布在我们现在去的 Ranu Raraku， 红色的火山岩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下面也会再去。在我们开始走进这个采石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周边散布了大量的默哀石像。这些石像已经被不同程度的掩埋了，有的到了胸口，有的到了嘴巴，有的到了鼻子。要知道这些石像做成的时候是半身像，所以在地下的部分是很多的，由此可见年代的久远。这个采石场提供了岛上绝大多数的石像，占95%以上。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据统计还剩下有887座，可见当时制作这些石像是相当大的规模。而从这些石像的散布的情况来看呢，似乎这些石像的制作和运输的过程是突然间终止的，突然这么多石像被抛弃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岛上的人突然终止了这些大规模的石像的制作呢？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因为已经没有可以理解的文字记录了，当地的文字叫 Rongo Rongo， 已经没有人可以解读了。所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战乱呢，还是饥荒呢？还是突然这个石像的制作就不流行了呢？还是有其他的工程上的困难？这些都不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都无法证实。尽管如此，由于采石场当中的石像都处于制作的不同的阶段，这为后人了解他们制作的工艺流程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线索。比如这一尊石像，它还没有从山体中完全的分离开来，所以人们就可以看到它是在周围是怎么从山体中被雕凿出来，镂空，然后下面渐渐的掏空，然后再把它给隔离出来。这尊石像非常大，是岛上见到的最大的一尊，有20多米高，估计也有270吨重。所以后人也猜测，正是由于当时各个部落为了竞争，把石像越做越大，后来以至于他们突然发现这么大的石像无法被运输到他们需要的场地，所以干脆就放弃了。这个采石场上面有一个石像特别的与众不同，
也就是谷歌地图上面列出来的那个贵兹默哀。我们在采石场和岛上看到的绝大多数的默哀石像，你会得到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的五官表情都非常的相似，也可能这个岛上的人长得就是这么像，就像我们看到的岛上的我们的导游长得都很像一样。也有可能是他们艺术表现手法上的限制，所以从艺术的角度来讲，这些石像的价值确实有一定局限。但是这一尊贵兹的默哀呢，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全身的石像，其他的都是半身的，而这个贵兹呢，它的体态和表情都有一定的不同，看上去更丰富一些，所以感觉上石像的艺术手法，它的表现好像要比其他的石像更丰富一些。站在采石场的高处，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大海，以及早上看日出的地方阿户通嘎里基和那一排15个默哀石像。在我们从山上回来的路上，可以看到路边散养的牛马都非常悠闲的在那里吃草，一副很恬静的田园风光。我们下面要去的一个地方，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我认为是最震撼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叫维纳普的地方。这里的默哀石像已经比较残缺了，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它的一个底座，就是阿户。这个阿户和我们前面看到的其他的都不一样。阿户是用来放置默哀石像的祭坛，这个阿户的背面的石块拼接的十分严密。不仅如此，这些切割的线条也不完全是直线，有些弧线，有些斜线，但是它们每块石头之间都非常紧密的拼合。更有甚者，中间有一块小石头，完全是严丝合缝的嵌在这几块大石头之间。它给我的感觉是，这些石头不像是切割出来再拼起来的，而更像是我们用一种更软的像泥一样的泥块挤压在一起的，就那样一种紧凑感。这些石头都是巴萨，就是岛上最硬的石头，而当时的岛上是石器时代，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比巴萨的更硬的工具。那么怎么可能用同样硬度的石头打磨出如此精密的拼接？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我们不知道的文明留下来的呢？这些石头的拼接和秘鲁的英卡马丘比丘那一块的拼接很像。当时秘鲁声称复活节岛是受到他们的文化的影响，但是没有在任何的其他的地方看到有秘鲁文明对他们的影响。而且秘鲁的石头的拼接也是不可解释的。那么有没有可能这恰恰说明秘鲁和复活节岛上面的这些遗迹都是一个我们所不知的文明所创造的呢？否则如何解释相隔如此浩瀚的大海，两地竟然有类似的不可解释的神奇建筑？同样让人困惑的是，这个叫做 Punapal 的地方，就是那个红色火山岩的产地。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些红色的火山岩已经被加工成了圆形，也就是普卡戴在那个摩埃头上的头饰。这些石头都是从一个火山口里面凿出来的。那么他们怎么把这么大的石头从火山口下面搬到上面，然后再从那里移到很远的地方和默哀石像拼在一起架起来呢？
是很难理解当时的人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要么有一种我们不知道的文明在帮助他们，要么人类有一些很强大的能力，现在已经流失了。傍晚时分，我们来到阿护塔海，它在岛的西边，是看日落的绝佳地点。这个地方有几尊默哀的石像，其中有一尊上面是有眼睛的。我们在采石场看到的默哀石像，它的眼槽其实是没有凿出来，它的眼槽要在默哀搬到这个阿护祭坛上面以后才会凿出来，而只有在祭祀的时候，当地人才会把他的眼睛放上去，而这个眼睛呢是用珊瑚等等东西做的。当地人认为这个眼睛本身就传达了一些神的力量。显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像上的眼睛是现代人放上去。看到这天空中一对巨大的眼睛，也容易让人想象，是不是远在天外，确实有这么一只或者几只眼睛，看着地球上这亿万年的变迁呢？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一个火山口，叫 Ranukau。火山口很圆，里面长满了水草，周围圈很高的山峰，上面有很多绿色的植物，有比一个人还高，可以从里面穿行，很有意思。这个岛上很少有 bug， 所以在草丛中穿行也不用担心有虫子的困扰。步行穿过这片树丛，就来到了 Orongo， 这里发生了后默哀时代的很多重要的事件。在这个岛上，我注意到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特别的字母书写，就是这个 N 下面带一个尾巴。问了当地的导游，他说这是岛上一个很特别的发音，应该发作 nga， 是一个鼻音。在英文中有时候这个被拼写成 ng。 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它是当时鸟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举行的场所。鸟人文化开始于17世纪的末期，比欧洲人登上这个岛稍微早一些，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都被欧洲人很好的记录了下来。默哀在17世纪末呢开始已经不流行了，有可能是因为各个部落之间相互的征战，所以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这个鸟人文化呢就是通过一个类似于体育竞技的过程来选择出来他们这个岛上的一个首领。具体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每一个部落都选一个人，通常是一个青壮年，在每年同一个时间，大家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 Orongo 这个地方呢下海到对面的一个小岛上面去，就是我们现在图片上看到的那个岛上面呢，有一种鸟叫 Sooty Tern， 中文翻译叫乌燕鸥很漂亮的一种鸟。这种鸟呢，它下了蛋呢，它们要游到那个岛上去，然后呢，把这个下的蛋呢带回来，谁先带回来，那么他所在的这个部落的首领呢，就统治这个岛1年。所以看起来这个又是一个竞技的，然后呢，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过程。下到海去的悬崖是很陡很高的，所以这个整个一个过程还是对体力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有机会坐着小舢板到这个海岛的周围转了一圈，这就是当时这些鸟人去攀登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寻找鸟蛋。风浪很大，很颠簸。当然我们是不需要游泳了，我们也不想做这个岛上的统治者。在这个岛上周围看到了一些鸟，但是这个鸟呢，它其实不是Sooty Tern，现在不知道这个Sooty Tern还有没有了，它只是一种捕比，我们在 Galapagos 也看到过。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建筑呢，是当时在观摩这个竞技的过程当中，这些观摩者部落首领待的地方，他们有些小孔可以从这里看出去。
看当时他们游泳过去，然后这个整个一个过程。这个建筑是重新修的，原来的建筑呢被毁掉了，被谁毁掉了呢？英国人。这就是这个地方发生的又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批英国的水手，他们的这个船长呢叫 Richard Powell， 他们这帮水手呢到了这个岛上以后呢，发现这个岛上就是这个位置有2尊很精美的摩艾石像，这2尊摩艾石像是用巴萨的做的，就是我们前头说的岛上最硬的玄武岩。他们在没有经过岛上居民和首领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把其中的一个摩艾石像撬下来，然后在撬动的过程当中呢，把周围的这个结构都破坏了。而这个石像被他们通过这个火山口 Roanoke 下到这个海上，然后运回了大英博物馆。这就是在大英博物馆里面现存的那一尊精美的摩艾石像。因为很明显他们是没有经过同意擅自掠夺走的，所以呢 Rapa Nui 的岛民和智利政府呢一直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这尊石像。这个就是我们出海乘坐的小舢板，在港口也看到了一些河豚鱼还有海龟，所以它的生物资源还是很丰富。他们的海港景色，摩艾石像随处可见。在我们下榻的旅馆，他们放了一大串香蕉，从卧室的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大海和海岸的景色。旅店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烧烤，他们现在正在把烤肉从土里挖出来。当地的舞者跳起了波利尼西亚的舞蹈。Rapa Nui 的文字 Rongo Rongo 已经没有人能够解读，曾经辉煌的历史也因此流失。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确实继承下来的是岛民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不同种族之间情感的交流。好，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